我本身一路做緊社工啦，咁我去到27歲嘅時候咧，開始好認真咁去學跳舞啊、表演。咁一路學跳舞嘅過程咧，我發覺我好中意，因為跳舞嘅時候我好專心去學我嘅技巧啦，去表演啦。我真係可以喺嗰個過程裏邊忘記我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嘅壓力，因為嗰個時候好需要專注，好享受嘅。咁我有一度去到27歲嘅時候，我曾經諗我可唔可以唔做社工，然後變成一個專業嘅舞蹈教師呢？咁但係當時我又知道自己嘅條件未必咁理想咯。咁但係都仍然好想，不如辭職啦，專心去跳舞嘅。咁喺嗰個時候呢，就咁啱我工作嘅機構佢安排咗一個舞蹈動作治療嘅工作坊。咁我見到舞蹈動作，我就覺得好好奇喎。咁梗係去報名去參加啦。咁喺嗰個工作坊，我就係第一次接觸舞蹈動作治療。喺嗰個時候咧，我先發現原來咧呢個世界上有一樣舞蹈動作治療係可以用身體動作做表達啦，同時間可以成為一個心理輔導、心理治療嘅一個工作手法。咁我就好好奇，同埋突然間好有希望咁。咦，原來我唔需要做一個專業嘅舞蹈教師，但係同時間都可以幫到人，又唔會浪費咗我以前做社工嘅經驗喎。咁喺嗰個時候開始，我就去揾有冇一啲相關嘅課程，去可以成為一個舞蹈動作治療師啦。我喺北京度讀書嘅，咁就有一個課程啦。讀完之後咧，就會由德國舞蹈治療協會認可。咁當時就需要每年飛上去4-5次啊，大概3-4年嘅時間完成所有訓練啦、督導啦等等咁啦。我主要有一啲小朋友，尤其是係特殊學習需要嘅，包括自閉症啦，或者過度活躍症。喺中學裏邊都會做一啲有情緒困擾嘅青少年個案啦。如果成人咧，可能會係一啲抑鬱症患者，亦都有一啲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我諗喺個訓練課程裏邊，除咗真係學點做一個舞蹈動作治療師或者去實習之外，我諗喺我嗰個訓練有一個要求，就係我哋需要有100個鐘嘅個人嘅體驗時間。簡單講就係我哋接受訓練之餘都要被治療嘅。我覺得嗰100個鐘係一個最大嘅特長，無論喺我專業嘅訓練上面同埋我個人成長上邊，確實喺個過程裏邊，我明白咗作為一個治療師係要點樣做嘢啦。同時間最重要，我明白咗作為一個服務使用者，其實嗰個歷程係點樣。咁所以我諗喺專業訓練同埋個人成長上面，我係好大嘅改變同埋得着。我最難忘有一個服務使用者，佢同我講話佢細個一啲好唔開心嘅經驗。咁原來佢冇同人講過。咁我覺得佢嗰次好難得同我講完之後，我嘗試從佢講嘅內容，我嘗試去做一個角色扮演，用個身體動作去表達呈現佢當時嘅一啲感受或者佢一啲經歷咁。咁呢個服務使用者去睇住我做嘅時候，其實佢慢慢流眼淚。後來我同佢傾翻，佢話佢好感動，亦都好感觸，係終於有人明白佢。咁喺呢一個分享之後，我都邀請佢同我一齊去喺翻嗰個角色裏邊，佢究竟想點樣去經歷佢嘅童年？佢想係點咧？咁我哋變成跳舞啦，變成玩啦，慢慢就係呢個過程，佢有一種釋放，同時間去得到另一種嘅體驗。原來佢仍然可以同人去互動，同人去玩。
我知道後來佢喺其他小組喺其他生活裏邊，佢真係改變咗，甚至其他組員都話啊，你唔同咗咁。佢後來話翻俾我知，就係因為嗰一次，佢覺得被明白，同埋佢終於有人陪佢去突破佢嘅難關，咁就係咁樣佢改變咗。